俄乌战争的结果撬动全球战略格局，两种战争结果对美中两国的实力竞争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观点认为，俄军如果获胜，对中国有利。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生。今日，南华早报发表丹麦阿尔堡大学政治与社会学系教授李兴的文章。李兴在文章中称，俄乌战争最终会将欧盟推向美国，强化中国作为系统性竞争对手的观念。但如果俄罗斯赢得战争，西方的注意力将聚集在东欧，为中国赢得继续发展强大的时间和空间。中国在乌克兰战争的问题上一直保持中立的态度。一方面，中国并不否认战争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有关；另一方面，中国认为北约的东扩是引发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并理解俄罗斯方面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不少中国民众都表达了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的深刻理解，但这不应该被解释为支持战争，而是对西方长期打压中国的一种情绪表达。实际上，很多中国人同样在同情乌克兰人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美国和欧盟现在强调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他们可能忘记了在许多世界事务上的双重标准。对联合国宪法进行践踏最多的正是美国和北约。在世界各地发动颜色革命最多的是美国，玩离岸制衡最多的也是美国。举两个例子：1999年，美国和北约国家对南联盟发动了大规模的连续空袭，给当地的民众造成了大量的死伤。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理由仅仅是一瓶白色的洗衣粉，而且它的军事行动未经联合国授权。可以说，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是非法的行动。现在俄乌战争的爆发让美国与西方感受到了无力，因为他们都不敢直面拥有核武器的俄罗斯军队。俄乌战争将会重塑世界战略格局，关键要看战争的结果。这位作者认为，战争的胜负将直接决定对中国和美国这两国谁更有利。第一种情况是，乌克兰军队让俄军陷入战争泥潭，这场战争就会把欧盟进一步推向美国，这将违背中国的利益。切入点是，欧盟一直试图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保持平衡，而美国呢，却一直在塑造中国会支持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假象。在这种局面下，美国和欧盟都将中国定义为系统性的竞争对手。系统性竞争对手的概念意味着，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挑战不仅代表了现有秩序内的比较优势，也代表了中国对世界秩序架构的重新搭建。中美之间在地缘政治、安全、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典范。换言之，中美竞争与世界无序、秩序重组或新秩序的发展息息相关。乌克兰战争爆发将会让美国获得重新巩固其跨大西洋联盟的黄金机会。如果乌克兰方面的战争无法终止，欧盟在中美之间可能就别无选择地支持美国。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是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取得胜利，永久解决其安全困境，并结束北约的东扩。普京将巩固其作为民族英雄的政治领导地位，俄军呢将顺利撤出乌克兰，西方国家也不得不逐渐放弃对俄罗斯的制裁。在这种局势下，俄罗斯因为其攻击性会变成整个欧洲关注的对象，但是呢，又因为乌克兰变成了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缓冲国，双方的敌对情绪有可能会逐渐减少。就算这样，美国和欧盟都必须集中注意力和精力来遏制俄罗斯的威胁。
这将给中国带来另外一个经济发展的和平时期，就像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一样，都变成了美国送给中国的地缘政治礼物。从这个角度看，无论西方喜欢与否，中国都不能失去俄罗斯作为制衡美国实力的战略资源。不要忘记，中国仍然有台湾问题需要解决，这一问题经常被西方国家拿来与乌克兰危机相提并论。如果俄罗斯能够实现其战略意图，那么中国就有更长的和平发展机遇期。在未来几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将有可能超越美国，这恐怕是西方国家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又无法制止的。不管乌克兰战争的局势如何发展，中国都要尽可能的团结欧洲，特别是发展好与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欧洲大国的关系，这样才能够破解美国煽动俄乌战争的战略图谋。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